关节的变化来做。它里面禅师虽然做这样子的，可是你的腿你不能这样做啊！你这样做还练什么拳呢？所以它不是我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，都是关节里面在动，关节里面的方向在动。所以你缠的是什么？你缠的是什么是丝？就是我们的筋啊。光是起落吗？对。看不懂？哎，就把它撑起来。只有髋关节撑。对。上下撑。对。升放。对，你先撑落，起落，这个就是起落。不要用那么多力，不要用那么多力，是里面的一点力就好了。放就通通放掉，放掉。对，在放掉的基础上面，你先放。在放掉的基础上面，在周围都松的基础上面，你去运作你的中央，你的髋关节的中央。所以尽量不要动到你的已经放松的外面的肌肉。中央。嗯。那个太极拳的那个禅师镜，是不是应该是要是这个东西？对。因为我看到其实很多人的，像陈太那个，很多人其实是用脚，就是用脚掌去往上推。对啊，然后很多人只是手嘛，有的人是用这个用脚在转，不行的，因为有的叫抽丝嘛。抽丝比较准确，因为抽丝是从中央抽的，中央抽。你抽丝的时候，外面都没动，你抽丝的时候，外面在乱晃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抽啊。所以抽丝这个说法，它比较准，比较准确。缠丝大家会重点放在那个缠，重点放在缠。没有放在那个丝，那个丝怎么出来的？缠丝不是你抽出来缠丝啊，是它原来就缠着的啊。所以当你抽出来的时候，它里面就是顺着那个它缠住那个螺旋出来的嘛。啊。因为很多人看那个陈氏太极拳，不是有一个身体很多人对。所以很多人都会。因为他没有办法从根来做，所以大部分从脚底想要去做那个东西。对，那他只能那样子，他是那样子表示啊，他只能那样画啊。可是他那个画表示什么？他不是表示外在的动作，他是表示里面的动作。所以我那个书，我的第一本书，我在画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不是这样画，我是画关节的角度的那个力量的变化嘛。因为这些东西你都是要从什么？都是要从关节的变化来做。它里面禅师虽然做这样子的，可是你的腿你不能这样做啊！你这样做还练什么拳呢？所以它不是我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，都是关节里面在动，关节里面的方向在动。所以你缠的是什么？你缠的是什么是丝？就是我们的筋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然你还有什么东西你可以做缠？身体里面你还有什么你可以做缠？好，听不懂？
你缠的东西还是一样嘛，我讲你本来有一个直线嘛，一个有弹性的直线嘛，这个直线，你从外还是从内，从这一端还是从这一端，都没关系嘛。你把这个直线做出来螺旋，这个叫缠嘛。就你们我们常常用一些电器，比方讲吹风机好了，吹风机有没有经验？你用久了以后，用久，那个线就缠绕起来了嘛，是不是？它本来是直的啊，那为什么到后来我们用它会变成缠绕呢？因为你今天用的时候变成这样的方向，明天那样的方向，是不是？所以它自然就变成缠绕了嘛。听不懂？所以它缠一定是从直线变啊，所以后来抽丝才可以把缠绕的丝抽出来变成直线，恢复成直线嘛。啊，所以在我们的身体上面都是从哪边做？都是从关节做，从线的两端，从两端来做。你吹风机变成插头这一端它没动嘛，那你不能从线缠它又恢复，一定是吹风机的这一端嘛。你一定是吹风机的这一端，今天这样子的时候你收掉了，明天又那样子你又收掉，它慢慢就缠绕起来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做到这个，也是什么？我们要会控制筋的两端的关节，你一定要会控制关节的方向，用关节把筋原来的直线，你撑出来的那个有弹性的直线，把它变成螺旋，变成弧，变成螺旋。所以一切都要从什么？从控制关节来做。那其实最好控制的关节就是胯，最好控制的就是胯。你说肘关节它的活动是这个样子，我把它开了，那你的肘关节要控制做出螺旋来，我里面做出螺旋来，那比这个难哦，因为它小啊，它本身是没有这样子的活动能力的。可是我伸展开以后，我去运动它的筋，我运动里面的筋，让它里面有这个力量。所以最好做的是这个啊。好吗？所以你们没其实这个你没事的时候在站着或什么，你就可以，你只用它，你看，你去想办法撑起来落下，然后撑起来开它，去让它动嘛，让它动，你看这样，让它在里面可以转，可以起落，你就去玩它，你让它能动，不要让它死，不要让它只能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我们要能够主动的，你只有主动的控制它。你练劈叉，你练伸腿，你练什么？练得再松再软，你不能主动的控制它，没有用。所以我们要练出什么？练出主动的力量，我能主动的去使用它，而不是被动的，不是被动的我去压它啊。所以从髋关节先做啊！你们老同学很多那个髋关节都还不会起落，这不行的。胯没有这个灵活度啊，你练拳不会对啊。
啊，就我说你练枪跟棍那啊，或者剑、脚圈或者什么枪的花，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，你一定是用外嘛，你一定是用外面来做嘛。那这一路下去就错了。你看现在那个武术的竞赛武术那个，他们那个枪一缴出来，哇，那个身体动那么大，是不是？那都用外在动啊。你跟别人斗枪，你身体可以这样动吗？啊，晓得吗？所以不是这种力量，不是这种外面你一动，你的结构就变了，一动你的中心就跑掉了。啊。这样不懂啊？这去练习。就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胯关节嘛。对，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的体重是在它上面比较多。我讲过啊，因为它最大，它承受的重量最多，它的活动度最大。对，它的活动影响到上身跟下身。哦，OK，下身也是。是吧？哦，这个我没有想过。因为以整个身体来讲，啊，它是在中央嘛，对，是不是？那它又大，等于你当它是发动机嘛，它是一个发动机，它一发动，力量啪，因为我刚才才想，因为比如说我们肩关节的，就是方向性也很多。没有它多啊，没有啊？当然没有啊，哦，是啊。它是圆球啊。那它这边不是吗？它不是啊，它的限制很大啊。哦 ，OK，因为对你那时候说就是比如说膝盖跟那个脚踝就是往上往下。对啊。但是因为我看我们几乎都没有，就是用肩关节做那种螺旋之类的。有啊，怎么没有？没有吗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比如说。因为比如说我们那些花拳都是从花，因为你们的肩关节没打开啊。哦。我的肩关节打开，它当然可以做啊。我在做的时候，你们的肩关节没打开啊。哦。OK。你们没打开就没办法做啊。因为我想不到一些之前老师有讲的肩关节。我讲多了。是吗？讲太多了。那比如说，我们那些动作是用肩关节。对呀，太多了嘛，这些全都是要用肩关节啊。它是主动的吗？啊？它是主动的吗？它是传导的啊。哦，所以就像跟这个一样，它就是用。对呀。OK。它传导的嘛，那你转不过来，它就传导到那边就停了。哦，因为我一直以为，比如说那些动作都是，比如说不是。拿那个花拳来讲，就是我们是用。对啊，太多了。我都在讲你们的肩关节没打开。OK。那我可能没有听好。这样不懂？啊。